大家好，天堂纪念版近期部分网友对于火龙窟的更新，除了地图开放与是否有新伺服器讨论比较高的，就是射弩机之剑。有些玩家手上拿着加9武刀或者是加9细剑，真的有必要在更新之后花钱换射弩机之剑吗？是否射弩机之剑可以奠定你成为打架王的地位呢？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表格吧。像是射弩机、武刀、大马，其实都有优点。伤害基础高，不管是大小怪都有10以上的伤害，但缺点呢，就是对不死系没有任何的加成。然后像是细剑啊这类的武器，打不死系都有加成伤害，所以在龙之谷啊，细剑跟锁破这类的武器相对会比较好用。既然有说到锁破呢，我们也来小提一下锁破好了。锁破的核心价值就在它那个加10的命中。为什么这个加10命中是它的核心价值呢？因为在经典版中啊，等级是非常的难练，所以等级低的时候要拿锁破。在龙骨打高窟，主要是可以让你更容易打到骷髅，而且它的不死系加成可以让你在成长期非常的有效率。不过锁破到你等级足够的时候啊，开始使用其他武器，锁破打怪的效率就会被其他武器给逼过去了，大概只剩下打王的作用了。所以锁破会是你前期的好伙伴，但是后期绝对是会换掉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射弩机之剑的成本，因为这把武器呢造价是非常的昂贵啊，可不是一般玩家想换就能换得了的。像是粗米的价格啊，现在2000金币大概一个啊，它的需求要250个，所以要50万。高品钻呢5个大约会是450万，高品蓝呢5个也大约会是350万。以上的金额都是取个大概啊，因为每个伺服器都不太一样。然后光是这边的材料金额加起来就大概有850万，还有阿基塔西药灰烬30个，这个东西我猜火窟会非常的难掉啊。恩熙大哥肯定会放在韭菜盒里面给大家抽，所以射弩机之剑的造价是绝对随便就可以超过1000万以上，甚至可能到1500万。然后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呢，一把加9武刀大约会在1200万到1400万左右，所以呢，可能一把加9武刀的价值才刚好等于一把射弩机之剑。所以说，射弩机之剑就是一把课长的玩具啊。接着看这个帮大家整理的图表啊，加6射弩机之剑相比加9武刀，加6射弩机对小怪的平均伤害有 14.5。但你看加9武刀的平均伤害也是 14.5， 但是加9武刀的大怪伤害还是有稍微优于射弩机之剑的，所以你手上如果有加9武刀，可以暂时先不用换成加6射弩机，因为伤害完全没有任何的提升，打大怪的伤害还降低了。但是如果你把加6射弩机之剑点到加7的话呢，小怪的平均伤害就会到 15.5 的伤害，比加9细剑还要高啊。但是呢，加9细剑会有不死系的加成，可以让它坐稳你在龙之谷练等必带的武器。最后做个简单的结论啊，如果你是个无氪群的话，就乖乖的继续拿武刀跟细剑，不用特别去追求射弩机之剑。但是如果你是课长，射弩机之剑就是你身份的象征，就像人家聚会开马自达都会塞车，你就是开宾士劳斯莱斯的那位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。你是会追求射弩机之剑，还是直接退坑不玩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啊。